跟他认识大概有3年的时间了。其实2个人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主要是因为他工作比较忙。3年里头，他陪我父亲过了3个春节，年30就陪我父亲过。我3年没陪他们家人过过1个春节。但是一直到就半年前吧，因为我哥哥吸毒被捕的事情吧，我跟他关系的稍微就受了一点影响。我认可他的不理解，但是说实在的，我到现在我认为我从头到尾我没有说错，违法乱纪也不管，就是不可能。就我们之间不只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，还包括我母亲离婚的比较早，我觉得她是伤害最大的，而且让我觉得更加让我有愧疚感。当我说的，我质疑的是他这个人的人品，所以这么冲动，真挺痛的。2颗心隐藏在背后，不敢为了承诺。当正义和爱情产生纠葛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来请出这对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小李男33岁，公务人员，年收入15万；小轩女29岁，职员，年收入6万。来，有请2位。主持人好，跟他认识，我看小片里说是3年是吧？3年多一点。3年，对，没有陪家人过过春节，都是女朋友在陪。对，工作怎么会那么忙呢？因为我所工作的单位特殊性，所以会比一般的公务员会要更忙一点吧。在这个小片里面你提到了你哥哥被他抓了是吧？跟他有关系。介不介意讲讲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？怎么你就抓到了他的哥哥呀？大约是在今年的1月份吧，经过就是我们的先人举报，我就带着我的同事们就赶到了现场，把门打开，对里头的犯罪嫌疑实施控制的时候，其实说实在的我也呆住了，他哥就在里面，因为这4个犯罪嫌疑人呢，有3个有吸毒史，按我们公安机关的规定，对所有的人必须进行检验，大概在中午吧，检验报告就出来了，他哥哥吸毒，这我就移交给吸毒大队了。当初发生这些事情，我和我母亲都不是立即知道的，是第2天有派出所打电话才知道事情，就向他询问，他跟我电话里表示，我也很吃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然后你稍等一下，我帮你问一下情况。就是说他当时在说谎。对，过了有好几天之后吧，才知道原来事情是跟他有直接关系。这个东西由我来开口，我说实在的，主持人我开不出这口。我跟他说什么？你哥哥吸毒被我给抓走了，这话我说不出口。这是第一。第2，像我和他是情侣关系，对于他哥的案件，我本身就应该回避。他至少当时可以告诉我，如果是由他来告诉我们的话，我和我母亲会更容易接受一点。你让我跟你怎么说？你做都做了，为什么不能说呢？我把你哥吸毒，我把你哥抓走了，就这么跟你说吗？我说跟派出所说有区别吗？后果会不一样吗？结果是一样的，但接受起来就是不一样。我觉得我就是没错，我在执行我的公务，我没有错。小李觉得很委屈是吗？其实说实在的，主持人，现在不委屈了。就在这一段时间，我突然一下子想通了，我觉得我有错。错在哪儿？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一直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法律的工作者，我忽略了我是个男人，我还忽略了我是别人的儿子，我更忽略了我是一个女孩子的男朋友。没事。小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？半年了，自己也问过自己，你是不是做错了？你错在哪儿？我说实在的，我觉得我没有错。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你有通过什么途径来跟他沟通和交流吗？我去过他们家，然后我跟他沟通，他呢就跟我说，你给我闭嘴，出去。我觉得可能最不能接受的是他妈，所以我就跟阿姨。这事儿由我来说好吗？好。我觉得他这样说和事实并不完全相符。这件事情发生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候，他们单位评比他升职了。我母亲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其实早就知道了，只是作为一个时机。你们指的时机是？对，我母亲怀疑就是我哥哥的事情，其实他早就知道。
然后他只是在等一个适当的时机，然后作为他一个竞选啊、评比啊，好像一个荣誉吧。就是等于说你和你母亲认为你哥哥是他晋升的一个台阶儿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？你接触他3年了吗？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不了解吗？就是因为认识了3年，所以才能说这样的事情。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，你应该当面向他解释，而不是希望通过我来说。他到现在为止还没跟你母亲见面吗？没有跟我母亲直接说。首先，我没有向你母亲解释吗？你不可能不知道。我第一次登你门的时候，你妈妈跟我说的原话是：出去。你有搜查证吗？有搜查证，我可以允许你进房间搜查。没有搜查证，你给我出去，否则你私闯民宅。隔了没多久，我又去了。你妈妈说话真算话，她报警了。啊，真报警了？真报警，然后立刻通知派出所赶过来以后，因为我们之间可能一些有业务往来，派出所当时就认出我来了。派出所立刻一个电话打到分局的督察大队，然后督察大队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市局督察大队，移交给局长，局长骂了我2个小时，所以你们我才没去。我觉得这就是你做的不诚恳的地方，因为现在不单单是针对这件事情，而是觉得对你整个的人品有所怀疑。首先，我这个升职跟你哥没什么关系，我们总共5个大队竞聘这1个职务，而且我得到这个岗位是通过了1年的时间。你说我是踩着你哥哥的肩膀上去的，你哥哥后面是谁处理的？是我处理的吗？我知道你恨我，说我其他都可以，说什么都行，我不反驳，保证不反驳，但是不要质疑我的人品。我和你认识3年半了，你质疑我的人品？就是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才能这么说。如果我只是认识你3个月，我会像其他人一样。在其他人的眼里，小李是个什么人？你能描述一下吗？十分正直的光辉形象。那在你眼里他是什么样的呢？特别的虚伪。就这一件事就说明他虚伪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，而是整个交往的过程中，我觉得他虚伪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跟他提出分手呢？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，而且3年我看你的每一个春节都是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度过，也就是说你心里很爱他呀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对自己太不公平了，我做的太多了，好像他只是一个爱情的享受者，而我在不停的奉献。小李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有事儿？没人说您有事儿啊，怎么情绪会这么大？我看一谈到这个事，好像铁骨柔情是吧？我觉得你分不清楚，我又不是你的宠物，我又不是在这边说啊，就是因为你陪我的时间少，所以我觉得不公平。我知道那些，首先我陪你时间少，有一次我大概1个月陪了他2天，但是那2天之前我是48个小时没合眼，我回到单位以后我就赶快到你家去了。那天我总共喝了16瓶咖啡，6瓶红牛，我至于那么渴吗？通过他前面的说法，大家肯定会觉得为了陪我在一起多么牺牲他自己了。其实更多我们相处的时间是他在睡觉，我帮他收拾家务，并不是说我们待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们有交流。我觉得我们更多待在一起的时间，你说的是你的工作。小轩会觉得说你们这3年的交往，他对你关心不够是？我觉得他的重点完全放在自己身上，说好听一点他尽忠职守，说的难听一点太过于在乎你的职位。小轩就跟他这半年实际我想是一个拉锯的一个过程，走到这一步怎么想？妈妈的作用大一些，还是你自己觉得好像不是很适合这个？我母亲方面是坚决反对的，因为我母亲是自己一个人把我们兄妹俩带大的，之前我跟我们的母亲关系很不好，我兄长陪她的时间更多一点，出了这件事情以后对她的打击也很大。虽然我母亲态度很坚决，但影响我做决定的并不是我母亲，而是我说过了前面3年我对她的认识。我母亲那方面就是坚决反对。你怎么说都可以，别哭，乖，别哭，你怎么说都行，不反驳你了，说什么都可以，别哭，真的别哭。我觉得如果谈恋爱的话，应该是2个人会有互动的事儿。我现在反思一下，我觉得前面那段时间是我一个人，所以太过于辛苦。就是这样一段感情，看起来好像涉及了工作性质，我想这只是表层上面的东西，更多的东西是什么？听听专家的建议，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周老师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是2个在工作的男人和女人，我没有看到真的谈恋爱的2个人。
小轩有一点，我事先声明一下，人品不等于做人的原则。我不质疑小李他的人品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把人品跟他做事情混为一谈。如果你真的是还爱这个男人的话，请不要去说一些很伤害他的话，伤害到他。没有老师，我说的不是说他只关心他自己，我说他前面是虚伪，你们看到只是他现在这一方面，平常在生活中他朋友的交往都知道，他是一个很自我的人，会说一些比较场面上的话，并不是真心的想法。这个是你不喜欢的一种品质，但是并不涉及他的人品。而且对于这样一个男人来讲，我们知道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我们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周围也有做警察的朋友，他们根本就是你一个月根本见不着他们一次面是非常正常，而且他们的夫人、他们的女朋友都跟他们在一起，或者跟他们通不上电话也是很正常的。如果你做不到理解，我觉得你可以斩钉截铁的说，我不要跟你谈恋爱了。你不要去拖着他，你没有办法。前面你说的这些，我在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觉悟，所以我说这3个春节是跟他父亲在一起过的，我认识到了这一点。甚至有时候他工作忙，帮他到单位送衣服什么的，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在做。但我做完之后，我觉得他没有得到他的感谢。给他去送饭，他会问我，你怎么不知道帮我带一包烟呢？好心好意帮他整理的东西，洗了干净衣服，就会说你碰我这些东西，我什么东西收拾到哪儿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你做了这么多，所以他才舍不得你啊。我个人的观点倒是认为，小轩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更加的去带有包容的心态去看这个问题，因为毕竟这是小李的工作性质，他不能事先说。那么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面还是有他的原则性的。我不是说在乎我哥哥现在情况怎么样，我是觉得最受伤害的是我母亲，所以我是希望他能有一个正面的态度，诚恳的跟我母亲去解释也好，让老太太心里好受。那就说如果说这件事情摆平了老太太，是不是你就能接受小李了？是的，他的态度很重要。小李不是说过他已经去你妈妈那里也去道过歉，但是你妈妈态度特别的强硬。老太太当时正在气头上，我觉得有什么反应，这就是可以列入考虑的范围内。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，他第一想的不是什么人品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第一反应，这男人还是人吗？也不认识我哥啊。说你四大吧，相信。我有那么想过吗？没，我可能是我冤枉你了。当初打电话问你的时候，你还骗我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帮你去打听一下这事儿吧。是会连着几天我们都见不到当事人，那你让他我还是向他打听。不是你让他怎么说呢？如果他觉得这一切我都是出于正义的话，我出于职责的话，可以直接跟我说。水娟，你先不要激动好吗？如果我哥你抓了，你告诉我你现在跟我怎么说？我就直接告诉你。你说一下我听一下。如果是你抓了我哥，你告诉我你怎么跟我说？我就要直接告诉你啊。那你说啊。如果是你哥的话，我就说，我怀疑你哥现在怎么样，所以为了查清楚问题，现在被拘留了。这是电视剧，这是电视剧吗？这有什么不是啊？你做都做了，干嘛不能说呢？小李，我有2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你。第一，你们2个谈恋爱3年半了，为什么之前没有结婚？周老师，家具我也买了，房子我也装修了，他哥不抓我，现在应该和他是2口子了。我没有跟他商议过这事儿，这又是你自以为是、一厢情愿的。小李跟你有求过婚吗？没有。第2个，小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懂女人在想什么吗？需要什么吗？要一个能让她踏实的男人，能陪在她身边，是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我不是你的宠物，我不用你时刻陪在身边，这点我早就知道了。我想要一份安全感。怎么看？但你不说实话。你对我都不说实话。小李，能把那个你背着的双手放下来吗？好，我只是习惯动作。你是心理学硕士，肯定是熟读犯罪心理学。对。你的女朋友小轩口口声声说你是个人品很不好的人。那么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步骤有4个步骤：第一是建立假设，第2是搜集资料，第3是分析资料，第4是得出结论。我们先假设你是一个人品很不好的人，好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搜集资料，资料由小轩来提供，请你列举出3点能够体现出他人品很不好的一些日常行为和事件。第一，先说虚伪，就是说朋友在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会向他们说自己工作上的事儿，我做的如何成功，刻意的塑造自己正面的形象。对。第2，他有些事儿会撒谎。什么谎？很严重的谎吗？就譬如说我哥这事儿，就当时我问他。除了这事儿？除了这事儿，平常也有啊，就是经常会问他，比如说迟到，
会问他你人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我过条马路就来，我还有几分钟就到。其实这会儿人都没出门。这是第二件，还有第三件事，对于工作上他有什么人品不好的事儿吗？工作的情况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接触他太多的同事。好，我们就这3点来分析。第一，在亲朋好友面前刻意的虚假的塑造自己所谓的光荣形象。对。这好像每个男人都有点这毛病。这叫吹小牛吗？每个男人都有点这个毛病，是吧？好，第二，你说就你哥哥这事儿，你说他撒谎，他认为是善意的谎言，其实他有他的处理方式，就像焦里刚才问你一样，如果是我哥被你抓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说我会选择直接告诉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这件事。所以你所说的这3点，我们分析这个资料，第一是男人都有的通病，第二是个人的处理方式，根本谈不及人品。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，小李或许有些虚伪，但是他绝对不是个人品很坏的人，但他有他的毛病。什么毛病？我刚才说了，把你的手放下来。很显然你在工作上是一个顺风顺水的人，但是不要用你的职业来拔高你个人的道德优越感。好吧，说完你在这儿说小轩。小轩问你几个问题：当善良遇上险恶的时候，你认为是谁会受伤呢？善良。对，那我们到底是要做善良的人，还是要做恶人呢？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纯粹的善。我问你，你做善良的人还是做恶人？恶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想做个善良的人。就是我不想受伤啊，你不想受伤，你错了。我们每个人如果要保护我们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，包括我们所爱的人的话，我们既不要做善人，也不要做恶人，我们要做恶的善良人。就像他对于你哥哥的这件事情，正义和感情之间本来是没有冲突的，一个是职业属性的问题，他抓了你哥，那是表面上的恶，但其实内心他是善良，他并没有有意为之去伤害你，可能他处理的方式是欠妥的。你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抓你哥的那批民警当中，必须他第一个告诉你，因为他是你最爱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可能不是这样想。我只是希望他在事后能有一个补偿的措施或者一个方法。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虚伪之处。我说了，他个人的职业、专业和职位导致他有这样一些毛病，但其实他内心还是不坏，没有你所说的那么严重的人品问题。如果他很有人品问题，那我跟赵川是十足的恶人啊。你说你就好了，你干嘛说我呀，对吧？我愿意做恶人呢，做恶人多好啊，做恶人不受伤是吧？他说的。我更希望的就是说，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，你想让他怎么补偿吗？我觉得我母亲的事情应该是由他有担当的话，把我母亲。轩轩，这样你要说始终拿出你母亲太简单了，只要你今天点头，你妈妈不是问题，没问题。但我妈只是一个方面，我说了，主要是我们在交往过程中她太自我了。她前面说爱啊什么的，其实我也挺怀疑的。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？很多男人是把爱藏在心里的，但是呢，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。其实千万不要跟女人去谈什么男人的爱是在心里，因为女人就是典型的形式思维的典范，这偏偏一个形式思维的碰上一个学犯罪心理学的，又特要面子，倍儿要面子，是吧？你就不能做一般自我批评吗？你就不能满足一下他这种形式上的要求吗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在外面官当的多大，家里还是老婆最大，知道吧？老婆之事无小事。轩轩，对不起，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我错了，给一次机会，好吧？好吧，还看着你。来，我们听听他们朋友们的意见，踏浪旁观者清。我是李哥的好朋友。我想试问一下小轩姐，就是如果他当时没有抓你哥哥，或者他当时把你哥哥所有的案情，全部都倒录给你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样子的男人，这样没有原则性的男人，你敢要吗？那我只能说是他塑造形象太过于成功，而使你有他对他的这种认识。虚伪，每个人都有，你不要承认自己没有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虚伪的一面，我觉得这很正常。那些都是你对他的一种误解，他的虚伪程度已经超出你的想象了。就算你说我是虚伪也好，我不是让大家相信我，我不是让大家爱上我，我是能让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是因为我爱你。3年了，你又如此认识他，按理说现在应该是痛下决心的时候，怎么又肉肉乎乎肉了半年，而且今天说着说着就哭？或许是为我自己感到可惜吧。小轩，你认为刚才小李在台上流的眼泪也是假的吗？是鳄鱼的眼泪吗？没有，不是。
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为了一段感情而流泪，就即使他虚荣，那也是很拙劣的。他能晶莹剔透、八面玲珑到哪儿去呀？他能城府深到哪儿去呀？你认为呢？我觉得他的感受很重要。如果他自己的感受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们很难去改变他。小轩，他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吗？是。那前面男朋友也会有一些缺点吧？对，都会有。每个人都会有缺点，那你承认？那所以未来你遇到人还会有其他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，而他是一个基底是好的，只是不太会处理情感的人。你是要抛掉一个基础好的，还是要找一个有可能基础都不好的？但是我现在最重要的感觉就是和他在一起并没有什么安全感，过日子不是很踏心。让我的感觉是你把所有错归结在他身上，你没有发现你身上的错误，你只是告诉给我们所有人他做的不好，他做的不好，他虚伪，他虚荣。可是你做的是什么呢？你有真的处理好你这3年的感情吗？你也没有把那些需要告诉给他，你们的感情不是他一个人错，你们本身感情就没有问题，只是你们没有去交流，没有去沟通。那如果真的你今天抓住这个机会的话，你会发现你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美好，但是那个美好是你们双方共同去努力的。你细想现在他身上的所有毛病，在你身上都有体现和折射。他现在那个职务，可能也是你跟别人说的一个资本。有很多事情过不去，你有没有？你妈妈可能心里有。他这个职务，我儿子犯这么点事儿，他怎么不通知一下？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？咱们就说这人情世故的通达，这事儿搁谁身上，反正都不舒服，是挺别扭一件事儿。这件事儿他总要过去，他跟你分手算是过去。你们俩把手牵在一起，共同去做你母亲的工作，也算是过去。考虑一下，把此刻2位内心最想说给对方听的话说出来。来，一起黄金60秒。东东，你看着我，转身，回去。小轩的泪水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的遐想，没有说话，这恰恰让大家对这段感情更有一个期待。他们自己会做一个怎样的决定呢？大家对他们的这段情感看好吗？请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来，请选择。现场37.50%的观众朋友觉得会分手，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爱你爱你，不弃不离，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雨，只是爱你爱你，放在你手心。来，跑得好快啊！说实在的，老师，我真怕那门里头是空的啊！你应该谢谢3位老师哈，用了很多的手段。谢谢小老师，欧阳老师。好，来吧，你求婚啊！现在嫁给我好吗？我一定会珍惜我们这段感情，这次我再也不会让你哭了。虽然我不能够，我还是不敢保证我将来会天天有时间陪你，但是我会把我懂了的错误，我一一改正，好吗？感谢根据中医配齐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精美的这个定型钻戒啊！来，怎么走了？没送完呢，还有礼物呢。金立智能手机 E 系列，多沟通，多交流，好吧？像那样的拥抱已经有半年了，没有抱过。没有，我连见面总共见2次啊，那你再抱抱他。我在5次我都愿意。你能把他抱下去？不能啊，不能。